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淮水竹亭之后，成毅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即将上线。近日，由成毅和李一桐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终于杀青，引发了一阵热议。这部备受瞩目的奇幻武侠剧将在不久后强势上线，有望与另一部备受期待的剧集《藏海传》展开激烈的对决。两个故事交织在仙侠与权谋之间，真是令人期待不已。成毅与李一桐再次联手，令观众不禁回忆起他们之前在《英雄志》中的默契合作。成毅在剧中饰演王权世家的少主王权富贵，身份显赫，但却因家族使命而苦闷不已。作为淮水竹亭中王权红叶与东方淮竹的儿子，王权富贵的人生似乎充满了束缚，直到冷酷无情的间谍青铜的出现，才成了他命运的逆转点。青铜武艺非凡，以蛛丝般的技巧为王权富贵揭示了外面的精彩世界，让他得以打破家族的约束，收获了爱情和自由。该剧的背景设定在妖与人之间的对立之中，描绘了王权富贵与青铜之间跨越种族与命运的虐恋。从起初的敌对关系到彼此相爱的深厚情感，他们共同挑战了家族的偏见与社会的不公，最终为自由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以万箭穿心的方式换来了一线生机。这代价未免太过沉重了吧？虽然之前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和淮水竹亭口碑平平，但成毅与李一桐的《王权篇》能否成功翻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成毅、李一桐、狐妖小红娘、藏海传，这一切的交错，必将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淮水竹亭大结局留有伏笔，估计王权篇剧情更加跌宕起伏。古装剧《淮水竹亭》的大结局已经顺利播出，在结尾几分钟，故事时间跳跃至数年后，白衣翩翩的王权红叶带着年幼的儿子在深爱的妻子怀竹的墓前哀悼。这一幕为即将到来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埋下了诸多伏笔。剧中成毅饰演的王权富贵这个角色备受期待，尤其是他那从出生便肩负着和平与正义象征的设定。作为人界与妖界和谐共存的希望，他面临的重任显得格外沉重。这个使命无形中将他的人生束缚，使得他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人生道路。他不仅是母亲东方淮竹的灵力继承者，母亲因灵力耗尽而同日去世，令这一重担愈加沉重。此外，王权富贵在荣耀的王权与东方两大世家中身负厚重的传承，自小被培养为道门兵人。作为王权红叶的独生子，他的显赫身世注定了他将要经历不平凡的命运，想要过上平淡无奇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原著以及拍摄中的一些剧透，新的系列《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必将带来一场撕心裂肺的心灵之旅，剧情更是曲折动人。这部剧集由成毅与李一桐共同主演，制作团队也与苍兰诀相同，由制片人王一徐领衔。在拍摄过程中，许多触动人心的场景被提前曝光，如王权富贵受伤蒙眼的形象，以及他怀抱爱人重伤倒地的凄美一幕，令人心痛不已。王权富贵的父亲王权红叶的好友因对外界黑狐的敌对而陨落。令人没想到的是，王权富贵与一位潜入王权家探取情报的蜘蛛妖青铜相爱，这段被不允许的恋情被揭穿后，他不得不背叛家族，随之而来的情感纠葛让人心碎。淮水竹亭的结局对于主演们而言，无疑是一次难忘的体验，他们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从角色中走出。尽管如此，观众的积极反馈无疑是对他们的认可，同时也令大家期待这些演员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然而，希望刘诗诗能选择更加温暖的作品。毕竟，
之前的一念关山和如今的淮水竹亭都让观众心如刀绞。尤其在淮水竹亭中，刘诗诗饰演的东方怀竹因产子而死，似乎有些为了虐而虐。他想唤醒王权富贵的剑意，想要彻底消灭黑狐，有无数更为妥当的方法可选，偏偏选择了将所有灵力留给儿子这一最危险的方式，不仅对她自己没有保障，更伤害了她的丈夫王权红叶。作为一部架空世界的仙侠剧，《淮水竹亭》的结局让我难以释怀，远不如现实主义题材娘道来得直面人心。如果你对这部剧感兴趣，建议一口气追完全剧，但必须提醒，观看时一定要准备好纸巾，因为这部剧越往后越让人上头，令人难以自拔。淮水竹亭大结局留有伏笔，估计王权篇剧情更加跌宕起伏。古装电视剧《淮水竹亭》已经播出大结局，在这部剧的最后几分钟，时间切换到了怀竹去世的几年后，一身白衣的王权红叶带着年幼的儿子祭奠爱妻，给后继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留下了很多伏笔。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程毅塑造的王权富贵这个角色，尤其是这个角色的设定，他从一出生就象征着和平和正义，也肩负着人界和妖界共处的沉重使命，有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使命和任务，仿佛从一开始他的人生就被禁锢了，这也注定着后面他必须和人生很多其他的选择说不。尤其是他一出生就继承了母亲的全部灵力，母亲东方怀竹也因为灵力散尽同日而亡，这份代价太沉重了。而且王权富贵身兼王权和东方两大世家的传承，从小就被当作道门兵人培养，又是王权家族的家主王权红叶的独子，这么显赫的身世让他注定会有非凡的经历和人生。如果他想碌碌无为，平平淡淡度过一生，肯定很难。根据原著，还有拍摄过程中的剧透，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注定是非常虐心的一个系列。这部电视剧是由程毅和李一桐合作主演，苍兰诀同款制作团队恒星引力出品，制片人也是王一许。当时在拍摄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名场面路透曝光，其中就包括王权富贵蒙眼的战损造型，还有王权富贵抱着自己心爱的人重伤倒地的惨烈。王权富贵的父亲王权红叶的面具团好友全因对待圈外黑狐而亡，没想到王权富贵和一个到王权家刺探情报的蜘蛛妖青铜相恋，这种不被允许的恋情被发现后又叛出家门，真的要多虐有多虐。淮水竹亭已经播出了大结局，对这部剧的主演来说，这部作品或许也是很难忘的一次体验，他们可能都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走出来。好在观众们的反馈都比较好，这也代表了大家对他们的认可，也期待这些演员能够在后续的演艺道路上发光发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但想和刘诗诗说的是，希望下一次不要接这么虐的作品了，毕竟无论是之前的一念关山，还是这一次的淮水竹亭，都给大家虐得不轻。而且我觉得在淮水竹亭结尾，刘诗诗饰演的东方怀竹产子而亡，真的有点为虐而虐的意味。她想唤醒王权富贵的剑意，她想彻底消灭黑狐，还有无数种方法，可是她偏偏选择了把全部灵力留给儿子，这最没把握，对丈夫王权红叶伤害最大的一种。淮水竹亭架空世界的仙侠剧，不是现实主义题材的娘道，我对他这种结局真的意难平。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一口气追剧全集，但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追剧的时候一定要备好纸巾，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越看到后面越上头的作品。